好，接下來我們要特別來關注到的是北京景嘉的稀土。今天要特別來關注到的是我們之前都沒有談過的這個鋰哦，價格現在已經在全球暴漲了4400%，而且90%主要都是供應都是掌握在大陸的手中。那美日看到這樣的情況，他們是在深海這邊開始做全新的一個開採行動，包括歐盟更是砸巨資，這樣子做就能跟中國大陸逃出他的手掌心，然後來做競爭嗎？今天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心。3個火線話題，今天請來賓來幫我們做解答。第一個，剛剛提到的氧化鋰價格飆升了4400%，全球90%的供應都是在大陸手中。那為何科技業一定要用到鋰呢？另外來關心到的是，美日則是在南寮島的6000公尺深海這邊挖稀土，它的這個難度其實是非常的高的。那美日是這樣說，他說它的純度啊，比大陸這邊的這個鋰呢還要高出20倍，真的是這樣子嗎？但是問題是，到底挖不挖得出來？這個是第二個我們會來做關注的。第三個是，除了去這個深度的挖鋰之外，美國還有想到一些新的科學方法，它靠的是病毒來採礦。那另外一方面，歐盟則是砸30億，這樣子做就能夠真的採到他們所需要的元素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來做關心。我們趕快來看到是大陸在限制了這個在中國實施了稀土的管制之後，我們來看到今年全球氧化鋰的價格剛剛說已經大幅飆升了，所以歐美的產線還有全球的半導體、航空引擎產業都因此受到了非常嚴重的影響。尤其現在主要鋰都是靠中國大陸這邊來做掌握的。那麼，所以節目一開始我們特別請教大使怎麼看了？為什麼鋰這麼重要，價格又飆漲？大陸為何也能夠牢牢的掌握住它的價格跟供應？因為大陸現在在這個稀土啊，我們光氧化鋰來講的話，它的全球市占率是93%，那這個是屬於重稀土啊，那93%，因為中國大陸除了有這個鋰的礦以外，它還有分離的技術，還有深加工的技術，所以它是全產業鏈的一個產業，完全整個產業漲。那現在事實上還有中國以外的很大的有關這個鋰的這個礦脈是在緬甸已經在開發，可是它幾乎完全是要靠中國大陸來做分離還有深加工，所以它只能出產原礦。那澳洲事實上是有在發展，可是進展不是那麼快，因為中國大陸在這個尤其在這個分離跟這個深加工部分這個經驗技術非常的成熟，成本也掌握得很好，所以很多基本上還是產原礦，然後就送到中國大陸做精煉。那甚至美國的這個礦在過去也一向是送到中國進行精煉的，所以精煉的技術比取得礦還重要。那你如果說你要發展你自己的精煉技術的話，第一個你要有中國的專利權，你要繞過去。自己發展的話，不是3-5個月3-5年不見得都出來。那所以你在這3-5年之間，你就是拼了命往前跑，你也擺脫不了中國大陸對這個氧化鋰的控制。那氧化鋰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稀土呢？研究一下，還真的重要的不得了。因為這個鋰這個稀土它的熔點居然高到2425度C。也就是這個物質，這個稀土，它會融化，是要到2425度C，所以它是非常好的抗熱绝缘體。所以說幾乎各產業都要用到這個元素。發動機剛剛說航太工業，它的引擎的降熱塗層，主要成分就是這個鋰。你沒有的話，你沒有辦法抗熱。那事實上還有就半導體裡面呢，半導體你也是要有抗熱功能的，所以它的高温超导的材料它要怎麼樣？它要有鋰這個元素。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還有什麼呢？激光武器系統，還有什麼呢？還有人工關節，這些呢都用到鋰，所以它用途非常的廣。所以呢，萬一斷供的話，這個不是1-2種產品，是一片產品都玩不下去了。所以呢，現在美國你看川普總統言必稱稀土，到處去找稀土，
沒有錯，你找得到礦沒有問題。那你到非洲去找，你到南美去找，可是問題就是這個精煉的技術。那這個精煉的技術不是3-5個月的問題。你再發展，你沒有辦法解決燃眉之急。所以中國大陸真的手上是有個殺手鐧。那中國大陸在目前在這個鋰的這個產量上，全球的供應93%。那其他國家你要慢慢把这個中國大陸這個市占率拿回來，你需要時間，你需要投資。是。好，所以我們另外一邊看到了大陸的手上的這個杀手鐧之後，美日是立刻想辦法啦，至少能夠多生產多少就掌握多少。所以我們看到美國首先有了動作，在印第安納州這邊衝刺它的國產化的發展，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產量其實是杯水車薪的，每年其實只有200噸的氧化鋰。那另外它也拉着日本一起在南寮島這邊6000公尺的深海挖它的稀土。日本說了，純度是大陸的20倍。聽起來很強，但是呢，難度確實是很高。剛剛提到的6000公尺是一個深海級的一個非常高的難度，因為它真的很深。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它的這個海底的泥漿，你把它抽出來，也要看這個管線能不能夠承受得住。再來就是泥漿含的稀土量其實也非常的小，現在根據了解只有2/1000，也造成了成本非常的高。難度這個工程到底有多大？還要商業化發展，有可能嗎？幹哥怎麼看？完全不可能，我不知道这个新聞是怎麼出來的，這可能是美國刻意放出來的消息。先跟各位講，全世界最深的海底的油井，水下4000公尺，4000m 啊。那你如果說你今天要那個在6000公尺進行探勘啊，跟採集的話，我坦白跟你講，現在技術我根本做不到。好。為什麼他們敢講這個？因為承包這個技術很可能是叫什麼？它叫做 JAMSTEC 叫做日本海洋地球科學技術振興機構。啊，這個機構它的技術，我們同意它是全球最好的、全球第一的技術。那所以說最深的海底油井只有4000公尺，但是呢，如果說你要這個就說。現在大部分我們所知道的，不管是加拿大或俄羅斯的，等於是第7代超深的深水探測船，他們最深也只能夠探測到3600公尺。也就是說，開採石油跟探測是2回事。人類現在已知技術是3600公尺，那 JAMSTEC 就日本這個機構，他說號稱能夠探測到6000公尺，但你要開始挖，你開始挖就面臨問題啊，資金呢？美國出還是日本出？誰要出？先跟各位講，他所挖出來的，他是號稱純度會高於中國的稀土20%的純度，這一點我也質疑。然後呢，你說你要把它挖出來的難度，那是在平面礦脈上面的好幾十倍那麼大，資金需求也是一樣，那不能停的，你就是一直給錢，一直給錢。為什麼？一旦挖掘失敗，要趕快換什麼？換鑽管，然後呢，這些人員以及船舶都要隨時都要更新。為什麼？因為那跟就是海象搏鬥嘛。這個地方在哪裡？南鳥島在東京都所轄下的小笠原群島，也是在2次大戰的時候被視為一個主要攻擊的目標。也就是美軍本來要痛打小笠原群島的，後來在沖繩大勝之後，小笠原群島他們就沒有再打。所以這個地方其實老實講一句，被日本視為他們一直沒有開發的隱藏的資源。但是我現在已經分析出了，這個真的要開採非常的難，因為它同樣是每噸只能夠採出2公斤的稀土，跟在陸地上面開採的那個比例是一樣的。然後就跟大使講的一樣，最後你要送給誰精煉？日本本身沒有精煉廠。好，再講一遍。日本本身沒有精煉廠，你花了這麼大的成本去挖出來之後，你今天得到了高純度的稀土，但是你沒有辦法把它裂解成為有用的氧化鋰，也就是什麼半導體以及飛機引擎之中最需要的那些元件的時候，那你今天產出來這一批礦物的價值就會大打折扣。所以我認為這個案子完全不可行，我認為是在商業上放出的一種
帶風向的伎倆而已。好，一方面這個是美日他放出來的消息，說他要在深海裡面來採稀土。那另外一個方面呢，美國也說他要靠這個科學的方法來捕捉稀土。那這個方法很特別，這是伯克萊國家實驗室特別提出來的，說他們要改造這種噬菌體，也就是說，換句話說，用病毒，它要來捕捉稀土。那根據資料這邊顯示哦，每公頃的這個叫做烏毛蕨，每年可以提取200公斤的稀土，但是確實產量還是非常小的。歐盟也談得很大聲，投30億歐元做稀土李嘉者的計劃，但是目前其實整個歐洲也沒有稀土礦產，只有2座的加工設施。上志哥怎麼看美國跟歐盟提出來的計劃？首先我先跟觀眾朋友分享一個，很多觀眾朋友都在看我們談那麼多稀土，都以為稀土就做磁鐵啊什麼之類的，沒有啊。其實稀土這個17種稀土，除了為什麼會全世界這麼飢渴？因為它有很多應用哦，我想在台灣最相關就是台積電，台積電的這個晶片會有很多，最後你知道刻蝕完很多奈米的碎屑、奈米級，這些碎屑就會用稀土的溶液才能夠清乾淨。所以說，這個溶液當中裡面就是稀土成分。我說，你說稀土其實為什麼大家很飢渴？因為是消耗品。大家不要覺得塗層塗上去後就可以一輩子用了，它塗一塗之後用一陣子還要繼續塗。所以這就很多東西需要補充，大家都這麼難受，然後被中國掐入脖子的原因哈。那我們來提，所以也就是因此，當現在中國控制了絕對性的稀土之後，為什麼那麼多的說法？這一陣首先我們先看到最多的是有關於礦。那首先包括澳洲、加拿大，包括剛剛前面思敏提到這些日本，一直都有礦的消息。那礦的消息都不是說什麼出發線，都基本上已經大家在簽約了。看最重要的部分，我們都看到裡面，美國當然主要是主導，澳洲各方面來講配合最多，但是還有個重要的部分，你們都覺得他們就簽礦嗎？就簽下來，不是都說沒有煉的計劃嗎？其實日本日本最近在稀土的角色，剛好現在中日對抗這個情勢，日本不怕中國掐它的稀土嗎？日本究竟有多少稀土的提煉技術？我必須得說，大家現在都覺得沒有，你很爛。可是我是存疑的，因為要記得，2010年中國就對日本進行了稀土制裁。所以日本的精神跟日本這個國家跟民間，再加上他們本身的這些精工技術、化學技術很強，所以我認為這15年來，日本已經累積了一些還是厲害的技術。我必須得說。因為這幾天在中國大陸傳出，中國大陸也開始在盤點，覺得你日本都不怕稀土是吧？他在盤點這十幾年來，日本究竟做了哪些跟中國稀土相關的，包括技術偷竊。所以現在追蹤起來，發現其實日本，比如說，舉個例子，有一條產業線，產業的算是還不錯的技術，大概在7、8年前，他要移轉剛好到東南亞，結果日本正在中間就直接把它收購走了，再做立刻計劃。所以最近其實在盤點哦，中國大陸也沒有在等，這個部分越談越多哈。所以是不是我們都看到最近剛剛講這些礦啊、技術這些宣傳，你都看到都有日本在這裡頭。所以包括現在中日未來的後面的對抗裡頭，日本會不會變成統整一個全世界要對抗抱團對抗中國的技術提供者呢？為什麼這樣講？這2天原本德國跟中國正在進行一個稀土的長期的這個所謂的這個額度高達3100多噸，很大的一個持續性的，大家要談一個合約，談着突然停了，德國方面叫停，為什麼呢？後來發現原來是因為德國方面跟日本要簽訂一個，可能就我們剛剛提到這30億歐元相關這個部分包括在內，要他們有個戰略合作協議哦。所以德國突然跟日本有這樣子針對稀土的戰略合作協議，而甚至暫停了跟中國談的正好，幾乎都快要簽約，談了好久了啊。所以這個東西有一些這種稀土對抗的微妙性。當然，我覺得大家要特別關注的部分也不止剛剛聽到的這些用細菌來生產稀土，這個當然是哈拉了。它主要幹嘛？它吸引一些投資基金，因為稀土全世界的所有的先進國家都要投資，而且是國家政府的投資，騙也要騙政府的錢。所以現在各式各樣的技術生得出來，當然確實會生產出稀土，但2公斤你要花200萬美金，值不值嘛？所以中國大陸現在確實有領先，但中國大陸從來沒有為此感覺驕傲或覺得一定贏定了。特別對於日本，可能有技術這方面，現在是眼前最敏感也正在盤點的部分。好，謝謝上志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內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
球觀點。